看见吗？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囧说。相信肯定有小伙伴前几天已经看到了全网首碎的奔达辽700，没错，就是我这台。虽然头罩碎了，但是厂家已经补发新的给我了。相比较很多还没有拿到车的兄弟，我已经非常幸运了。现在这台车已经完全开箱完毕，简单先和大家谈谈这台车的初体验。在这里也和小伙伴聊下上牌流程，带上出厂合格证、发票、车主身份证。第一步肯定是验车拍照。相比较金吉拉300的大架号位置蹩脚，拓印困难，辽700大架号的位置就非常显眼，方便拓印。拓印之后把手续递交给工作人员，就等待摇号就可以。之后你可以选择当时挂牌，或者领取临时牌照，然后邮寄号牌。关于后轮，应该是这部车大家最感兴趣的地方了。310的后宽胎着实是有些吸睛的，毕竟我汽车的后轮胎也才295的宽度，行驶中过障体验也十分稳定。而且后轮单摇臂牌照支架的稳定性也不像其他品牌的钢管结构，在行驶中会产生剧烈晃动，辽700的非常坚固。其次是这颗国产第2款4缸4冲水冷发动机，我从车管所出来之后简单的跑了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基本4档就可以达到90的速度。但是有一说一，排量大了自然也热。我大概骑了30分钟，发动机的热量是比较高的，甚至传递到了钥匙位置，特别是原地等待双腿的位置。可以看到奔达也是加了防烫处理。当然速度快你还得停得住。在制动方面，无论汽车还是摩托车，试问谁又能拒绝布雷伯的卡钳呢？辽700采用的是前轮4活塞双碟刹，后轮双活塞单碟刹的配置，这和川崎 Z900 的卡钳是同型号，制动效果以目前动力来说是非常够用的。外观方面，既然是概念车型照进现实，那么很多同学感兴趣的冲压进气孔有必要讲讲。这里目前和冲压进气基本没什么关系，不过倒是留给我们一个丰富的改装可能。网上也有很多已经拿到车的车主将它装上光圈点缀起来。不过挺意外的是，辽700的这款 TFT 彩屏，水温、电压等基础信息都有显示，同时也将油量改为更加精准的百分比显示。让我比较意外的是，虽然功能简单，但是自带光感切换还是蛮让人高兴的。最后说下我比较喜欢的点，一个是这个防爆装甲漆，防刮耐磨；另外一个是这个4缸的声浪，虽然只有一个排气孔，但是已经非常好听了。毕竟全打开，我想还是比较扰民的。对于这款配置和造型都诚意满满的国货之光，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链条传动了。如果是皮带传动，那就非常完美了。你说呢？好了，简单的体验先分享到这儿。关注我，后续我会发深度的使用体验和骑行感受，看看这台辽700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国货之光。